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。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，几乎每个人从小就听过，几乎每个人都把它当成常识接受了。所以你饭后去散步，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对身体好的事情，你走完回来，心里有一种满足感，觉得今天动了，今天有在照顾自己的健康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同样是走15分钟，同样是那条路，同样的步速，只是换了一个时间，从饭后走变成空腹走，你燃烧的脂肪量会相差3倍，不是多一点，是3倍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动作，同样的你3倍的差距，这不是某个健身博主编出来的说法，这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生理学结论，背后是一套你一旦理解了，就会觉得无比清晰的代谢逻辑。今天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先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开始，你走路的时候身体在燃烧什么？大多数人会回答脂肪，这个答案是对的，但它不完整，而那个不完整的部分正是这3倍差距的来源。你的身体在运动时同时有2种燃料可以用，第一种是葡萄糖，来自你血液里的血糖，来自肌肉和肝脏里储存的糖原，是快速可用的燃料，像是随手可以点燃的甘草，好用，但燃烧完就没有了。第二种是脂肪酸，来自你脂肪细胞里储存的甘油三酯，需要先被拆解才能使用，是储量巨大但动员速度相对慢的燃料，像是需要劈好才能烧的木柴，麻烦一点，但量大管够。身体在决定现在用哪种燃料这件事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原则，优先用现成的，储备的留着备用。如果血液里有充足的葡萄糖，如果糖原储备还没有耗尽，身体就会优先烧葡萄糖，脂肪细胞的大门保持关闭，只有当葡萄糖供应下降，当糖原储备开始见底，身体才会切换到脂肪燃烧模式，才会真正打开那扇门，开始动用储存的脂肪。现在把这个逻辑放进那2种走路的场景里，饭后走路，你刚吃完一顿饭，血液里充满了刚刚从食物里消化出来的葡萄糖，血糖处于高峰，胰岛素大量分泌，正在忙着把这些葡萄糖搬运进细胞。你的糖原仓库是满的，或者接近满的，这时候你开始走路，身体需要能量，他看了看周围，发现葡萄糖到处都是，廉价充足，现成的，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葡萄糖。你在走路，你在消耗热量，你在运动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但你燃烧的主要是那顿刚刚吃进去的食物，而不是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脂肪。你的脂肪细胞在胰岛素的作用下，大门锁着，纹丝不动，甚至可能还在接收来自这顿饭的新成员。空腹走路，你已经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没有进食了，血糖处于低位，胰岛素处于基础水平，甚至更低，糖原储备已经消耗了相当一部分，或者接近耗尽。这时候你开始走路，身体需要能量，他看了看周围，发现葡萄糖已经不多了，糖原仓库快见底了，他需要找另一种燃料。他打开了脂肪细胞的大门，脂解酶被激活，甘油三酯被拆解，脂肪酸被释放进血液，被运送到肌肉，进入线粒体被燃烧。你走的每一步有相当比例是真正在消耗储存的体脂，而不是刚吃进去的食物。同样是走15分钟，这就是脂肪燃烧率相差3倍的根本原因，不是走路的姿势不一样，不是步速不一样，是你走路时身体里的燃料状态完全不同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会立刻想到，如果空腹走路燃烧的脂肪更多，那是不是说饭后走路毫无意义，甚至是在浪费时间？不是的，饭后走路有它独特的价值，只是这个价值和脂肪燃烧关系不大。饭后走路最重要的作用是控制血糖峰值。当你吃完饭开始走路，肌肉收缩需要能量，会直接从血液里摄取葡萄糖，这个摄取过程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，是一种胰岛素非依赖性的葡萄糖摄取，它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，减少胰岛素的分泌量，减轻胰腺的工作负担。研究显示，饭后10分钟到30分钟内进行轻度步行，可以将餐后血糖峰值降低 10%到 30%， 这对于预防胰岛素抵抗、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有非常实际的意义。如果你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人，如果你刚吃了一顿高碳水的饭，饭后走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，只是它解决的问题不是燃脂，而是血糖控制。2种走路方式针对的是不同的目标，用在不同的场景，各有各的价值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减少体脂，如果那15分钟你只能选一个时间，空腹走路才是那个3倍效率的选择。现在说一件让这件事更有意思的事情，空腹走路对脂肪燃烧的促进，不只是因为葡萄糖少了，不只是因为身体被迫切换燃料这么简单，它背后有一组激素在发挥作用，而这组激素的协同效应才是那个3倍差距真正的幕后推手。第一个激素是去甲肾上腺素，空腹状态下进行运动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量会显著高于进食后运动状态。去甲肾上腺素作用于脂肪细胞上的肾上腺素受体，直接刺激脂解作用，让脂肪酸的释放速率大幅提升。它就像一把钥匙，专门用来打开脂肪细胞的门，而空腹运动给了它最好的发挥空间，因为胰岛素不在场，没有拮抗它的力量。第二个激素是生长激素，空腹状态会让生长激素的基础水平升高，而运动本身也会刺激生长激素分泌，两个刺激叠加，空腹运动时的生长激素水平可以达到进食后运动时的数倍。生长激素对脂肪代谢的作用是直接促进脂肪分解，同时保护肌肉蛋白质不被分解，这是一个对减脂极其友好的激素组合。第三个激素是胰高血糖素，空腹状态下血糖偏低，
胰高血糖素升高来维持血糖稳定，同时它会向脂肪组织发出动员信号，告诉脂肪细胞释放储备。运动时，身体对能量的需求增加，这个动员信号的强度进一步提升，三组激素同时指向同一个目标，打开脂肪细胞，释放脂肪酸送去燃烧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个3倍的差距不是某个研究者随手算出来的数字，而是激素层面的协同效应，在15分钟里真实发生的生理现象。但等等，还有一个你可能早就想问的问题，空腹运动会不会掉肌肉？这是最常见的顾虑，也是让很多人宁愿选择饭后走路的原因。说真的，这个担心对于走路这种低强度运动来说几乎是多余的。肌肉分解发生在身体面临极端的能量危机时，是一种应急性的最后手段。15分钟的步行，能量消耗有限，身体完全可以通过脂肪分解和少量糖益生来满足，根本不需要动用肌肉蛋白质。而且刚才说到的生长激素恰恰是保护肌肉的激素，空腹运动时生长激素水平高，是天然的肌肉保护机制。肌肉分解的真正风险是长时间高强度持续数小时的空腹运动，是在没有任何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进行大量消耗的训练。15分钟的空腹步行不在这个风险区间里，完全没有掉肌肉的担忧。好，现在最后说一件最实际的事情，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空腹走路？空腹不是你感觉到饿了就是空腹，而是有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，胰岛素已经降到基础水平或以下，葡萄糖的优先供应已经减弱，身体切换到以脂肪为主要燃料的状态。这个条件通常在你最后一顿饭的3到4个小时之后出现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可能是在隔夜之后。最容易满足这个条件的时间是早上起床之后吃早饭之前，这个时间段你已经经历了7到9个小时的睡眠期，进食，胰岛素在夜间已经完全退场，糖原储备也消耗了相当一部分，是一天中脂肪燃烧模式最容易触发的时间窗口。在这个时间段出去走15分钟，哪怕只是15分钟，你踩上的是一天里效率最高的那个燃脂点，不需要换运动服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特别的准备，穿上鞋出门走15分钟，回来喝杯水，然后开始你的一天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现在的习惯是饭后散步，不用放弃它，因为它对血糖控制有真实的价值，继续做。但如果你可以在早上起床后，在吃早饭前，再加上这15分钟，你会发现同样是15分钟的路，同样的步速，同样的你身体在燃烧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一个是在消化今天的早饭，一个是在清算昨年、前年，也许更久之前储存下来的那些脂肪，选哪个你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帮你看清楚了这两个15分钟的本质差异，请给它点一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